我朋友剛離婚，非常有錢，開着邁巴赫，住着200平方的大平層。昨天他跟我訴完苦之後，我來說一個非常可怕的東西，就是很多人總覺得老是覺得結了婚之後日子過得不好，或者說過得不順，是因為家裡沒有錢，掙不到錢。其實錯了，沒有錢只是這個家庭過得不好其中的一少部分的原因。多數人的痛苦是什麼？多數人的痛苦是因為找了一個認知水平非常低下的一個家庭。我這個朋友是怎麼離婚的呢？我舉一個例子，你就能聽清楚了，非常清楚。如果一個家庭他出生於底層家庭，整個家族都是底层的家庭，那麼突然有一個人他闖出來了，拿到一點小成就，在社会上混得還不錯，那麼整個家族的人是不是应该都無限的物盡其用的去托舉这一個人他走得更高，這樣才有機會去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對吧？但是99%的家庭不但不會這樣去做，反而是一味的去索取就是比方說過年你掙錢了，你就得給老人紅包或者說你得給家裡買東西幫家裡去幹什麼，他不但幫不上你的忙，這個咱幫不幫忙無所謂，对吧？他會反而拽着你一顆腿兒，讓你永遠上不去所以說無論是你家娶媳婦，還是說你家裡要嫁這個女兒，再或者說你自己要結婚的，你就千萬要记住，你不要去找那種認知非常低的那種的窮人的家庭我說的這個認知水平低的窮它不一定是金錢物理上面的窮但是呢他的認知一定是非常低的，低的不能再低。所以我說的这個認知低是最大的一個問題那麼你會發現最大的一個問題更是什麼呢？你會發現就是你現在去結婚的這戶人家，他們家裡呢沒有一點點的這種的托舉意識。什麼叫托舉意識就是你可以理解為很多的這些普通的窮人家庭我說的這個托舉，它不是說單純的給錢，給多少錢，給多少房，或者說給多少車，我說的不是這個托舉，是意識上他不懂得如何托舉，跟給錢是沒有任何關係的，而是呢而且就是他這種家庭，他不光不托舉你這個人，而且呢還會無限的去拖累你，拽你的腿兒，讓你永遠上不去。真的，我這個朋友我跟你說一說，他家裡就是他工作很忙，他在外面開了好幾個公司嘛，他很忙，然後呢他就讓家裡去給他帶小孩他昨天喝醉了跟我說然后呢家裡就說，哎呀，我這個在城裡住不習慣在農村我住習慣了，我去不了我要住在農村就這樣說的然後呢他長時間不回去，他的家裡人還給他打電話埋怨他，哎，你不孝順，你看誰家的孩子逢年過節都回來，就是你回不來，他說他不孝順。所以说就是他這種人就是在無限的去撕扯你的精力和你的就是生活，就我們生活當中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人了你們可以去看一下最近很火的一过年回家那個視頻，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刷到過就是有一個男人開着大奔或者開着路虎，開着邁巴赫回到村裡給他的老母親去撿紙殼子賣紙殼子或者說幫他的媽媽去碾豆子曬什麼皮都在車上，對吧？賣什麼紙箱子，然後呢還配了一個很歡快的聲音說什麼哪怕你在外面開路虎混得再好，開遊艇，你回家你也得給你媽去賣這個紙殼子開着奔馳還得拉那個我們這邊叫賣去，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叫什麼，對吧？去拉這些東西去賣。哎呀，這個兒子真孝順，底下的評論區就是這兒子真孝順，這老人真幸福。我說句實話，可能被容易噴但是我還要講，就我感覺太可笑了。就很多对於這種窮人家庭來說，他根本就不會算賬，這個是最可怕的。就是你看哪怕你開着車你這個過路費或者說油費你都得花了50多塊錢吧，又是這種好車，對不對？那你說你這破紙殼子一共賣不了那麼10幾塊錢，他又覺得他非常值他覺得非常值，他不在乎別人，他不計算別人的成本，也不計算別人的得失，他只會計算自己是否能把紙殼子拉回去，然後賣掉那15塊錢，你知道吧？這個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說這種低認知的這種的水平的這種家庭或者說這種窮人家的家庭，我說句掏心窩子的話可能會得罪很多人，就是你們有沒有發現他們是特別自私的，非常自私，根本就不會去考慮別人的感受你在公司裡比方說忙得要死要活的，加班到凌晨5點或者早上起來9點之後他就給你打電話，你回去給他賣紙殼子，你不回去他就不願意他就给你发脾气。你在单位忙得要死要活的，他讓你回来给你摘豆子给他弄這個弄那個，你只要沒去做不聽，他就給你生氣。他根本就是不會計算你的成本，他只會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想過這件事，他也不看你的得失，他只看他自己。那麼為什麼他只看他自己呢？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他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最重要的，其他人都不重要，孩子也不重要，對吧？就是這種思想。所以說他沒有一個托舉意識，我說的托舉是這個意思啊，應該能聽明白了吧？這就是致命的。如果說你感覺你现在結婚了，你小两口過得非常不舒服，你相信我，你家裡的老人肯定有那麼一個他是沒有這種思維的，也是沒有這種意識的。那第二個是什麼呢哈？我听完我朋友跟我在那儿絮絮叨叨的講了2個多小時哈，就是沒有這種小家庭的意識。什麼意思啊？就是沒有邊界感唄。他說就是很多老人哈和子女之間，你看現在的尤其是婆媳的關係鬧得矛盾這麼大都不和，或者說兒子娶了媳婦之後就不可能再跟公婆一起吃飯了，就鬧得很別扭你為什麼感覺你跟你的公公婆婆或者說你的這個丈人或者說这個丈母娘他们的關係處得不好？為什麼？關鍵是什麼我感覺不在於年輕人，是大部分還是在於他們沒有邊界感，沒有界限感不尊重就是你們成家的這個小兩口的小家庭我這個朋友就跟我說了哈，我自從他結了婚之後公公婆婆毫無避諱的就進入了他兒媳婦的房間和他在睡覺的房間，就毫不避諱，直接敲門不敲門，直接打開就進去，有的時候甚至半夜更過分以就是擔心他兒子過去之後給他兒子蓋被子，就是大晚上的他說就是隨意到這種可以隨便進入到小兩口的空間當中，就這樣的完全沒有一個界限感然後就好比我記得之前有一個電視劇叫什麼叫小象，男主角是什麼？男主角我忘了哈。這個男主角呢，他就是在一個在這樣的家庭出來的一個可謂是鳳凰男吧。什麼意思呢？就是他對誰都非常重要，他爸很重要，他媽很重要，他爺爺很重要，他奶奶很重要，他弟弟很重要，他妹妹也很重要，他的小姨子也很重要他的什麼外甥女侄女都很重要，就所有人都很重要，七大姑八大姨都非常重要，唯獨就是他的媳婦不是那麼的重要就這麼一個電視劇。你看他對於他媳婦來講他感覺就是不太重要。你比方說我舉個例子，這本來比方說家裡邊這一個月花了是30塊錢或者50塊錢那他找了一個這樣的女的，那麼女的呢一個月掙300或者掙500塊錢，那我告訴你他是無法心安理得的去享受他掙的這300塊錢給他帶來的這種物質和生活的條件，他無福享受，對吧？你想一想這個就是這個畫面和這個場景你也能理解得了。他有就是他你比方說他吃肉的時候他會有一種負罪感，他心裡就有一種負罪感，他有一種愧疚感他就希望能把這300加上那30或者50把全平均一下，讓每個人都能超出150或者是100，均衡一下都差不多。这個時候他才覺得這樣是可以的。那如果說這個女的呢，她但凡不願意把自己的這300塊錢分享出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的標準，去幫襯她的父母還有她的爹媽以及她的兄弟姐妹，她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這個男的就會幹什麼？立馬龐然大怒，惱羞成怒，就立馬開罵，要不就開砸。就是他看不到是自己的原因拉低了另一半的這種生活的水準和生活的質量水平，他看不到，對吧？反而去指責他的另一半，你沒有愛你不會去幫襯你不會去犧牲，你不會去幫你家人去分擔，他就會指責，他其他什麼都不會。而且呢，他的口頭禪就是什麼我們就是少吃一頓火鍋，我們少買一件衣服，我們少出去旅個遊再或者說我們少買個包我們少看一場電影，我們不買這個車又能咋地呢？張口閉口都是這些話我們就不能幫幫他們？把這句話說的真的是理所應當他不知道，因為他拉低了對方的生活質量的水平然而呢，他自己竟然還站在了一个大義凛然的位置上，然後呢，再跟你說這些什麼索然無味的大道理然後去指責你另一半不會犧牲不會付出，然後呢，跟他一起拉下他全家的人，就這種情況。所以說，我認為這就是那種窮人的家庭。那第二個呢，就是沒有小家意識的。什麼意思就他完全分不清豬是豬，羊是羊豬毛貼不到狗身上，他是完全聽不懂這個意思，也聽不明白這句話，根本就不懂。那麼第三個點是什麼呢？其實我就覺得這個人他之所以窮，他並不是說他沒有錢這麼簡單。我到現在才理解不是說人窮他就一定是沒錢，他不是這樣的。其實本質上他腦子裡就是一坨漿糊。什麼意思呢？你看思維太低，認知水平有限但是呢還習慣性的去辯論，喜歡去抬槓，然後所以呢你看一旦我們這個社會上出現什麼樣的新的機會
出現什麼樣的新的商机，对他来講這並不重要。为什麼呢？你看，因為他呢上去就可以說就是這個可不一定啊，那個可不一定啊，就是不管誰跟他講，他都要阻止別人一切從0到1可能存在的一種的機會，他會阻止這一切的行為阻止一切行為的創新和這種創業。哪怕就是你比方說你去聽個課這個男人哪怕他一個月就是賺個2-3千、3-4千的這種工資的水平他都可以坐在這兒大義凛然的跟你說，呲個大牙，嘿嘿嘿嘿，你那些東西都是騙人的，嘿嘿，這不行，不能做，都會這樣的，就呲個大牙就在那兒跟你說這不行那不行的。但是你要真跟他說，你说你坐下來，对吧？跟我這樣面對面，咱倆正兒八經的談一談，他又說不出個1、2、3、4來，他只能在那兒吧，又說不出來。所以說呢，這樣的家庭就是你會發現這樣的家庭的所有的成員你就會發現他們是越窮越傲慢，越窮越傲慢，就認為自己非常了不起，甚至油鹽不進就是刀槍不入越是什麼話呢都聽不進去說什麼都聽不進去。那麼你聽，就是你聽的東西或者說你講的東西，他都不以為然，就是這樣的。他能說的就是跟你講一講，說他說我是多麼的如此的普通又如此的自信在我看来這樣的人就是他如此的无知，如此的蠻橫不講理，如此的蠢，自以為是，對不对？你想一想，你說你碰到這種的你能怎麼辦呢？你不也只能受着嗎？因為你沒辦法。就你想象一下各位就咱改革開放多少年了，新中國成立都80多年了吧各位。那你看新中國成立70-80多年了，從最開始那麼大家都能夠開始下海經商的時候，到後來炒股再到後來呢房地產，对不对？再到後來互聯網自媒體再到現在，對不對？電商再到當下，對不對？這種跨境 AI， 對不對？這些所有的東西直到現在所存在的這種流量紅利，就算這麼多年，我問你一句話就是你的另一半他為什麼一次他都沒有抓到機會呢？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一次都沒抓到這個問題，你得想吧，對吧？就是你們有沒就是你這個家庭，或者說你對方的這個家庭他為什麼一次都沒抓到過這種的機會？就是怎麼說呢？這句話應該如此完美的錯過所有發財的機會。所以說當一切都開始百廢待興，所有的人都窮的一窮二白，從0開始的時候，這個時候窮他是不是不算窮，對吧？那這個家庭為什麼從改革開放70-80年來到現在呢，對吧？都這麼長時間了他還這麼窮你應該問一問他，你是如何做到這麼多的機會從你身邊擦肩而過，你一次都抓不到的你就這樣去質疑一下，都是完美的錯過。那我問你，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他的腦袋裡裝的是什麼？如果不是一團漿糊的話，我都想不到裡邊裝的是什麼東西了，我只能想到漿糊。就是說他今天如果說他今天還是特別窮我就直接告訴你吧，我就不繞彎子了你们骂我也認了。反正就是你結合的這個家庭，他根本就沒有適應社會發展的能力，就適應不了，還是原地踏步，他的每一步都踩錯了一個點，每一步踩的都不對，每一步踩的都不行我告訴你這個窮人家庭裡邊最致命的最後一條是什麼？也是我感覺從他的口中，從我這個離婚的朋友的口中得到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窮還要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永遠改不了這個毛病。而且呢還情緒化，真的太可怕了，思維非常的激動。而且大部分的窮人家庭都是這樣，一個都跑不了。關鍵是自己還不承認，這個才是重點，還喜歡硬要跟你抬槓。比方說我在這說，他就在跟我抬槓，評論區就抬槓，硬要跟你較勁兒另外就是情緒化，非常的激动，管不住自己的情緒，任何的一些小事就可以讓他暴躁如雷，来起来就恨不得就打你一頓，就都是這樣的非常的生气。我们经常听到过一个词，那个词叫什麼？叫做很高級就很流行的，在網上說我們人生需要鬆弛感，對不對？那我告訴你就這些家庭裡面它是不可能存在這些鬆弛感的。為什麼？你仔細想一想這種家庭，我感覺你今天打碎了一個碗，晚上就沒有晚飯吃。你說就這隨時這種的家庭，它都是緊張兮兮的非常的緊張，這個弦兒估計都是繃住的，對不對？那麼這種家庭你感覺它是有鬆弛感的嗎？它根本沒有鬆弛感，一不小心就會挨罵，一不小心就會，對不對？那麼真正的鬆弛感呢，就會來自於這種內心強大的富足和精神非常的物質豐富的這種大富足的方面。
就是什么都不叫個事兒，那這樣呢才會存在一定的這種鬆弛感，所以呢他會過得非常的富足。你想一想是不是這樣的啊？然後你有這樣的鬆弛感，所以說呢就是情緒化啊，要面子或者說不鬆弛。那我問你啊，就這樣的人，就剛才我上面講的這一部分的人，如果說你跟他在一起，你跟他一起生活，你跟他就是你能跟他一起搞钱嗎？就光這個內耗鸡毛蒜皮的這些鸡零七八的這種小事情啊，這種東西都把你已經內耗的乾淨了，你的腦子裡根本就想不出任何做事情的東西，筋疲力盡了。所以说就這樣的家庭啊，真的就这樣家庭，我說實話吧，他注定是要窮的，甚至這個家族就不可能翻身，窮就要窮一輩子，沒有任何翻身的機會。所以說我要講的就是現在很多人你會發現啊，我們寧可單身啊，也不去找這種骨子裡就很窮的這種的窮男人啊、窮女人去隨便湊合一下結婚。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的年輕人都能看得開這件事了，對吧？當然我說的是骨子裡啊，也許我說這個又要開始罵我，又要開始噴我了啊，但是我只是講的一個事實，對吧？哎，你說你都很多人可能就反駁了說，哎，你窮我就不找對象了嗎？不找了嗎？我想要說的是什麼？你要搞清楚。我說的是，如果一個窮人啊，你的首先第一任務是什麼？是謀生而不是謀愛，對吧？先想辦法讓自己活下去啊，你知道嗎？就真的是這樣啊。你說你自己都窮得一乾二淨，四面楚歌，家裡都是破茅草屋了，你為什麼還要找一個陪你的人去經歷這些生活的狂風暴雨呢？那麼反過來說，如果說你要是真愛他，你會就是忍心讓他跟你一起經歷這狂風暴雨嗎？你是不是應該等你自己富足了以後你再去追他呢？啊，对吧？所以說啊，自私啊，對不對？人還是自私的啊，就會說什麼憑什麼我窮了我就不能去找對象了呀？我就願意找一個跟我能夠同甘共苦的對吧？媳婦兒能找啊，沒有問題。找一個陪你吃糠咽菜的，找一個陪你啃蘿蔔頭的，找一個陪你一起還債的，找一個一起就是跟你一起經歷狂風暴雨的。所以說真的兄弟們，你要是個男人，窮的時候你就給我拼命的去搞錢，等你搞到錢了之後，再讓一個人跟你過一個好好的日子，沒有問題的，對吧？你才能夠找到你自己真正滿足的另一半，對吧？所有的人哈，在這個社會上都是先謀生再謀愛，這是一個必然的場景，也是必然發展的一個趨勢啊，肯定是這樣的。窮的時候你就什麼都不要想啊，就去先搞錢，把自己變好，自己只有變好了，真的才有資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愛情，得到自己想要的愛情，才能給對方一個更好的生活，給所有人更好的生活。還有一個就是不得不說的實話啊，就是你真的如果說你有錢了，真的你的生活當中那些雞零狗碎的就是這些事情啊，真的會少很多啊，什麼兩方父母的關係也會好很多，沒有這麼複雜的關係。不信你就去看看你身邊的人啊。